大概应该有4、5只在里面。沉船下面全是鱼，拉网啊，直接拉网。抬手啊，抬手啊 ！Yupi。姑姑来咱们识图的小可爱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 Yupi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现在呢，我还是在也门的索科特拉岛哦。今天呢，有一个渔民啊告诉我，他知道有一片海域啊，上面全是龙虾哈。然后我打算去尝试一下哈，也就去玩一下，我也不知道抓不抓得到，走吧。这不知道开了多少年的老吉普车了。感觉他们是哪儿都能开得去，什么石头地、山上到处乱开。在我们前方，马上就要进入一片龙血树森林。在我前面这一棵呢，就是索科特拉的特色植物之一哈，龙血树。这个树真的长得挺奇特的，你看它像一把伞一样。它的树冠都是这么一簇一簇的，就像绽放的一个小花朵一样。而且龙血树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啊，在它的树干上呢会结一种像松脂的东西，是血红色的。哎呦，哪里就很漂亮。你看这个就像凝结了的血块一样，也把上面的这些血块碾碎。哇，是这种颜色，你看，然后你把它涂在这个嘴唇上，然后就变成口红了。这个东西呢，就是像索科特拉他们的女性呢，也会把它涂在脸上哈，来抹一下。看完龙血树，咱们继续出发。这边的海好蓝啊，现在的温度都有28度左右。现在呢，我就已经到了这个岛的西北边了，准备下水去看一下哈。现在的风向还可以啊，就是没有特别大的浪。然后呢，渔民朋友发命，他就拿一个这么简易的钩子，他就要去了。下来就看见老演员啊，裸胸扇。不过今天目标不是你。哇！龙虾没看见啊，又发现一条裸胸虾，而且个头都特别大。这有条螺，这有个很巨大的螺。哇，那么大！海底下就全是螺，你就捡吧，一捡一个不吱声儿。等了一大堆了，全是螺。转了一圈也没看见龙虾。然后还遇到涨潮，海水就变得特别浑浊。不过这时候鱼是真多。我射中它了，你看这个鳞片都在上面，没射穿。这把枪太小了，我要换把枪来射。
天，我天，那么大的浪！因为又起大浪了，所以我决定回去休整一下，下午接着再战。我这边有一些小卖部啊，像那种红色的小卖部，像买点东西啊。你看这是他们的那个瓜果蔬菜，然后这里还有很多西瓜。他们的白菜是这么吊着，就是你要的话，给你切一坨给你。卖给当地人的这些零食都特别的便宜啊，可能人民币几角钱。大家都很好奇啊，我在这个岛上住什么的样子哈，我进来给你们看一下。大概这就是我住的一个房间啊，然后大概是这样。其实房间的面积还是蛮大的，这个窗子看出去就能看到海啊。怎么说，人家还是个海景房好吗？这里你可以直接就下海去玩。像这样一个房间呢，一晚上是40美元左右哈。我选的其实是岛上差不多是最便宜的了。岛上的条件大概就这样了。休息好了，咱们就继续去赶海吧。现在我就到了这个海边上了，渔民已经去看地形了，咱也下去瞅一眼去。这路相当的精彩啊！渔民老哥让我从这儿下去，不是他是不是高看我一眼啊？啊，这里下去抓龙虾？不是这浪，我下去不被卷走啊？这个浪我下不去啊。渔民说他可以下去，但我没有这个能力，好不好？所以渔民现在说换一个难度较低的副本给我打一下。现在我来到了一个旧船厂的附近啊。然后这全都是那种废弃了的大船。渔民小哥给我做一个钩子啊，钩龙虾的。这边都买不到什么，就是我们这种现代化的钩子，它都是用一根木头，然后缠一个鱼钩就行了。才缺了，才就是2号就缺了，我天！算了，这个钩子钩龙虾技术难度太大了，我要再看见我直接上手抓。
手没法使劲儿，捞太大了，它在石头缝里根本出不来。手去抓，但没抓到。然后渔民老哥给我找了一个那个杆子，然后搓，给它弄出来。哎呀！现在呢，我就已经拿着我的龙虾回到我朋友的家里了。我们现在马上把它拿来处理一下。哎，因为这边的天气实在是很热，像这种龙虾拉起来了，没有一个保鲜的环境啊，它很快就会起水啊。你看着这龙虾挺大两个的是吧？整出来也没多少肉，就这么一点儿。我准备拿来炒一下，整点青椒啥的，然后再切点番茄进去啊。好了，同学们，直接锅儿上，转啊这些进去，先给它炒一下，然后先把这个龙虾先倒进去。这个青椒那个味道一炒啊，马上就感觉很有国内那种味道，有点像那个青椒炒肉丝的味道。再炒点酱油啥的，最后再下点黄瓜。随便炒两下，来了，半夜3更的还吃一份龙虾肉。他们那个辣椒好辣呀，我放2个就感觉很辣，味道还可以啊。但是因为这边呢是属于是暖海嘛，所以说它的海鲜一般长得个头比较大，但是鲜味呢它其实不像冷水海鲜那么鲜了，而且肉质会比较紧实一点。好吃。但是我炒的好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更多有趣海外视频记得关注有品，每周6更新，别忘了转评赞3连，拜拜。更多有趣海外视频记得关注有品，每周6更新，别忘了转评赞3连哦。